是南禅寺。今天是到达京都赏枫的第一天。京都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中心，也有很多的赏枫胜地。今天先来到了京都东山一线，这里有非常多经典的赏枫路线，而且距离市区近，景点很集中。首先来到的是南禅寺。南禅寺是京都的名刹之一，地位非常的崇高，位列京都五山之上，是日本禅宗的最高寺院。一年四季，这里不同的美景衬托着古色古香的建筑，真的是非常美。尤其是11月下旬，这里的枫叶季节，绝对是南禅寺的高光季节。我来这里参观的时候是12月3号，感觉已经稍稍过了一点季节。不过眼前的山门前面这条红枫大道还是非常的美。面前的南禅寺的三门号称是京都最美的3道门之一，式样古朴，气势恢宏，被称为天下龙门。整个南禅寺的面积还是非常大的，这里有方丈庭院、金地院、南禅院、天寿庵、归云庵等很多的别院组成。整个南禅院像一个大园林，这里也是免费开放的，但是有几个地方是单独收费的，比如南禅院、方丈庭院。可惜这几个地方4点半就关门了，没有去欣赏。不过即使是免费的这些区域，赏枫也非常的美。原想着改天再来一趟，不过后来就没有时间了。据说里面还是非常的美，尤其是方丈庭院。有点遗憾，以后有机会再来吧。现在看到的都是南禅寺免费开放的区域。南禅寺最初是始建于1295年，也曾经毁于大火。现在的山门是1628年再建的。南禅寺的右侧有一个西洋建筑，叫水路阁。这是一个拱形水桥，用红砖建造的引水路，主要是为了将附近的琵琶湖的水引到京都市内。秋天的水路阁非常的美，古老的水路阁仿佛是一座被世人遗忘的林间古迹，有一种静谧的荒废的美感。从这里的台阶上去就是南禅院，这里也是4点半就关门了。水炉阁这边因为拍过很多的热门日剧，所以深受当地年轻人的喜欢，很多人都会来这里拍照。相比于京都的岚山、清水寺，南禅寺的游客相对少一些。其实这里的景色还是不错的，如果在京都旅游待的时间长，可以花半天时间来这里看一看。我这次在南禅寺只是匆匆一游，留下了一点遗憾。这里的最佳赏枫时间是11月下旬。京都在每一年都有很多的寺庙推出了夜游项目，晚上会打上漂亮的灯光，游客去欣赏夜枫。因为今天是12月3号，有2个地方是欣赏夜枫的最后一天。为了不错过机会，我们准备今天晚上欣赏2个夜枫的景点。首先来到的是南禅寺旁边的永观堂，欣赏夜枫的开门时间是5点半，5点钟这里已经排出大长队了，感觉这游客不比国内的景点少啊。5点半可以开始进园了，我们也是在门口排了半个多小时，不过5点半天已经非常黑了。欣赏永观堂晚上的红叶，门票是800和人民币40，现场买票。买票进园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。现在开始进园欣赏永观堂的夜枫。一张票800和40吧。永观堂距今也是有1000年历史了。
这里也是赏红叶的圣地。每年的11月中旬开始，满山的红叶和红叶掩映下的殿堂、寺塔和倒映在池水中的红叶倒影，非常的美。有人直接把永观堂就叫做红叶永观堂，可见这里的红叶知名度非常的高。虽然是晚上，但仍然可以感觉到这里满眼的烈焰赤红。不过感觉这里晚上的灯光打得有点暗，比较偏冷色。这里的游览线路基本都是固定的，大家都顺着一个方向走。永观堂里有很多的寺庙，很多人都会来拜一拜。据说这个寺庙里供奉的是国宝级的重要文化财产阿弥陀佛立像。游览的线路都有标识，看到顺路的牌子就往前走。现在是正往高处走，又到了一个庙宇，很多人在这里拜一拜。日本的寺庙里很多是不能拍照的，不过对于游客来说，仅参观寺庙的庭院就觉得非常的美。现在走到的地方是有一潭水，有水就会有倒影，拍照就漂亮。远处的山上可以隐约看到一座塔，这个地方我感觉是永观堂里看夜景最美的地方了。这里还有一座极乐桥，湖中的倒影，湖边的红枫，远处高处的建筑，画面还是很美的。相比于我前一阵在南京拍的夜景，京都这边的赏枫夜景没有那么浓烈。其实我感觉这里白天来可能更漂亮，枫树非常的密集，而且枫叶好像正红。不过因为这里是欣赏夜枫的最后一天，所以还是赶在晚上来了。我也在这个角度拍了个照。也可能是因为最后一晚，今天的游客还是非常多的。我个人的建议，如果红叶季来永观堂，白天可能会更好看一些。参观结束了，看完了永观堂的夜枫，还不到7点钟，坐公交车来到了另一处欣赏夜枫的地方。这里是北野天满宫，这里是为了纪念9世纪著名的学者菅原道真。菅原道真作为学问之神、艺能之神，被广泛的信仰。他也是日本唯一一个以真才实学而登上相位的作家。他个人受当时唐朝文化影响很深，他的汉诗文水平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。晚上参观这些建筑都是免费的。到北野天满宫也是来这里欣赏夜枫的，而欣赏夜枫的庭院有单独的一个入口，门票1200和60元。犹豫了一下，还是买票进去了。跟着我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个北野天满宫的夜枫。这个夜枫的游览线路也是一个固定的线路，按着路标顺路走。感觉整个线路是在一个山谷之中绕来绕去的。相比永观堂，这里好像多了一些游览的设施。从高处看到了下面的几组建筑，
感觉这个北野天满宫的旅游线路比之前的永观堂稍微长一些。现在晚上快8点钟了，来这里游览的客人非常少。这里还有一些弯弯曲曲的小山路，前面有一个漂亮的桥，桥下泛着悠悠的蓝光。走上桥去拍个照。沿途有不少高大的树木，来这里欣赏夜风，实际上就是慢慢的散步。不过我个人感觉这里的夜风光影设计还是有点暗，可能这也是日本人的设计理念和特色吧。加上这几天京都的气温突然骤降，晚上在这里游览还是有点冷的。前面有一个亮堂堂的建筑，这个门票还包含了一份茶点，很多游客都会坐在这里简单的喝点茶，而且送上的一块小点心还挺好吃的。8点一刻，这里就开始清场了。游览结束，坐公交车回到酒店附近。这个点餐很方便。酒店门口快餐店吃个晚餐。这些快餐店都是自助点餐，跟着我学一下点餐。是吧？上面有牛肉饭、咖喱饭各种套餐，看图片点就行了。比如点牛肉饭，它就出来了，自己挑去。那便宜的这种牛肉饭，它分那个量大量小的。然后这个有大份儿是吧？特大份儿都有自己选项，比如像大碗儿，完了之后就可以选定了，就可以下一步支付，很方便。所以它这个都不贵。很多人开玩笑说，在日本像松屋、吉野家这种快餐店都是穷人的食堂，非常便宜。点了个晚餐的套餐，26，好冷啊！感觉京都到冬天了。逛了一天，9点钟才回到酒店，门口吃这个松屋的味道。跟吉野家差不多，好吃。所以像日本，我觉得适合一个人吃的这种快餐特别好，便宜的20多套餐，贵的40、50。有这种简餐，带汤、主食都有，就是大碗。